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新袋鼠。你转我来一下的。到了。上一只袋鼠因为腿部受伤、感染严重，需要截肢而死在了麻醉的手术台上。打那以后，我就不想再养袋鼠了。直到2个月前，饲养场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当时我问他这无毛猫怎么长个鸡爪呢？完了，人家告诉我是袋鼠。他是当时出生之后也不知道拥护点啥，母袋鼠给他扔袋外面了，不喂奶也不让进袋，最后还是饲养员给他拿家去人工喂奶，一点点喂大的。听到这儿我就把钱打过去了，我说这袋鼠八字挺硬啊，往后余生啊，我保你锦衣玉食。看看我给你准备的家，头茬嫩芽烘干的提莫西草，铺满了给你当垫材，粑粑尿随便拉，拉完咱就换。别人家袋鼠的食物到你这儿只配做个地步，但可能是因为奶粉没有母乳有营养的关系，导致它在该断奶的年纪不断奶，也就是说我得喂奶6个小时一遍。这袋鼠不便宜吧？私房钱没少攒啊！没花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喂奶呀。断奶后的粮都准备好了，小麦草、紫花苜蓿、各种优质的提莫西草以及龙猫粮。养龙猫的应该知道这2个粮是什么档次，但只要它不断奶，这些玩意儿全用不上。要不要给它整点离乳食品？草食性动物的离乳食品，来点青汁儿啊，正好我不爱喝。你一个袋鼠，天天抱我奶瓶喝奶合适吗？毛也长全了，牙也长齐了，小拳拳都能捶我胸口了，每天还得让我定闹钟喂你4遍奶，不喂就叫唤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招让它断奶。人的离乳食品是米糊加奶，袋鼠吃草的离乳食品应该是青汁加奶。这玩意儿能喝？替他试试。这玩意儿还是骗我媳妇减肥喝吧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哎，家里这不有一个吃草的吗？来吧，土拨鼠老师，教他吃草这个活就交给你了啊！我让你吃草，没让你吃袋鼠。这不同品种的还是不行，那就只能……还是不吃？是不是我这张老脸往这一摆，他觉得我跟他不是一个年龄段的袋鼠？最近天天吹30度的空调，熬夜喂奶，属实老得有点快。我以身作则，教他吃了好几天的草，但他还是只喝奶。但我的教学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。首先，胡蒙学会吃草了；其次，我学会吃了。小怪家到底养了多少宠物？你们不是一直好奇吗？今天来给你们好好盘点一下。首先，有毒的分别有蓝环章鱼、九只，前2天视频刚数过。完了，鸡心螺若干，主要是养多少我也不知道。还有这个毒油，还有一只熟若蟹，这玩意儿人吃了是能中毒的啊。以上的东西在海边看着，能躲多远躲多远啊！实在不行买个站票连夜跑回家。然后是没毒的，斑马鳗1条，寄居蟹若干，饲料螃蟹1堆，但是一天比一天少。雀尾螳螂虾1只。几十万粉丝的时候就有它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养着变性了。体长1.3米的大电鳗1条，碰一下能给人电休克的那种。黄金河虎1条，在冰柜里冻1年了，一直就想尝尝啥味儿，但是没有脸吃。原澳1只，我对象养的。巴西龟3只，8岁那年买的，活到现在。以上是在水里游的，仅限于养在我家的啊，送给海洋馆的和拿给公司的不算。然后是爬行类宠物，结角手工有7、80个。蓝蛇石龙子8只，巨人手工今天新到了1只，养爬姑娘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。龙纹翡翠1对，一蓝一绿，蛇100来条，加州黑王、猪鼻、牛蛇，因为怕蛇人比较多嘛，所以我没拍过。最后是没小动物，天上飞的有玄凤鹦鹉2只，地下跑的有狐獴5只，外加1土拨鼠。我每天都得确认一下它是睡了还是死了。边牧1条，现在正在训犬学校学习各种技能。还有一只金色的浣熊，也是导致我打狂犬疫苗的罪魁祸首。大概就养了以上那么点玩意儿。还有人总问我养的动物我最喜欢的是谁，那必须是我媳妇儿啊。那么为什么今天她没出镜呢？这不刚结婚吗？岳父岳母说先拿家养2年，过2天再给我拿回来。蓝环章鱼又死1只，难道是我养死？不对，不可能！让我先冷静的推理一下。首先排除被我养死的可能，门窗并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，又是一场密室鲨鱼案件，仅存的目击者并不具备指控犯人的能力。密室、水循环系统、死章鱼，等等。他的手，我知道了，心机子蛙一字猫皮到此，凶手就是你，鸡心螺。哎，他好像死了，那就是你。无有，同样都是有毒的水生动物，蓝环章鱼被打造成顶流，圈粉千万，而你却从未被我拍过，因此你对蓝环章鱼怀恨在心。小袋鼠的到来更是直接击溃了你内心最后的理智。凭什么刚来的袋鼠我都能连续拍2期视频，而你到了2个月却从未上镜？而真正导致你鲨鱼灭口的理由，便是昨天早上你看到我跟袋鼠在鱼缸面前卿卿我，甚至共进澡。于是你释放了你的微毒，通过鱼缸的过滤系统毒死了剧毒的蓝环章鱼。但你没有想到的是，蓝环章鱼死后仍然用手指着你，暴露了你是凶手的事实。其实每次拍视频，蓝环章鱼都会叫我带上你，甚至在他的遗书里写的都是以你为主角的剧本，而你不配。哎，这章鱼怎么好像没死呢？你还要推理的对吧？我就说我不可能养死蓝环章鱼吧。
新到个拟态章鱼，这玩意儿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动物界的伪装之王，生存能力极强，但是被我养走了4只，我严重怀疑他们4个是自杀。看，开始模仿水母了，而且今天还有一件特别让我高兴的事儿，哥们儿买了这么多年鱼，第一次啊，渔场给我送了个赠品，就喜欢这小惊喜，开盖入缸看看是啥。我去，他发货的时候喝假酒了吧？谁家好人赠品送蓝环章鱼啊？这是投其所好的恩赐，还是蓄意谋杀的陷阱啊？陷阱也没事儿，就算我被咬了，我也知道半夜飘着，我应该去扒谁家的窗户。然后我就犯了个错误，蓝环章鱼入缸之后，盖儿忘关了。我找遍了鱼缸的所有角落，甚至石头底下都没找到，那就只能中国豪宅史半壁桃花源，一席一风云，出入皆人物。哎，这地儿真挺好啊，比我那强。我都设计完了，这瀑布小水池养个水豚，这小高台铁丝网一围养狐獴，这地方整个给它罩上养蟹黄面，还有这地下室这么高的挑空，到时候把沙发什么全都一扔，摆个鲨鱼缸，鱼缸高度直接就跟上面那层也就是这儿齐平，这捞个鱼得多方便。还有这酒柜里头红酒全撇，打上隔断直接养殖，一格一格的放眼望去全都能瞅着。还有这个家庭影院，直接拿它显视频用。哎呀，这蓝环章鱼是跑得好啊，跑得妙。那个我好像眼花了，你们帮我瞅一下，是蓝环章鱼吧？不是你跑一回你就来隔壁缸，你到跑远点，我那边合同我。哎呀，这么的啊，兄弟，这鱼缸盖我开着放水气儿，我估计得晾个3天。这3天你要是敢往出跑，我指定是把新家里最好的位置留着养你。你赶紧跑，你不跑我没有正当理由搬家。我之前送给海洋馆的蓝环章鱼不是怀孕了吗？今天终于孵化成功了。这些白色透明状的小圆形物体就是小蓝环章鱼，如同珍珠奶茶里边的脆波波，珠滑圆润，又如同杨枝甘露里面那个柚子粒儿，晶莹剔透。我好像知道这2年我是怎么胖起来的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成功孵化蓝环章鱼宝宝，但是死活就不到了啊！他们一动也不动啊。旁边那些一跳一跳的那些是丰年虾，是给他们留的食物。反正就是他们若安好，那指定能吃饱；他们若不好，那挖坑埋土拉屁倒。另外再说个不好的消息，蓝环章鱼妈妈死了。母章鱼这个物种的寿命只能活到它的孩子出生的一左一右，所以说当妈的特别不容易。看视频的宝宝们一定要孝顺我们的父母。所以说你们4个就是白眼狼，没说你要老八，没说你要板牙。除了老八以外，其余那4个是不让碰不让摸，一摸就咬我。你们4个是没听过有奶就是爹这句话吗？我一个人一把死血把要把你们喂养大，你们还咬我啊！所以说我给你们搬家，你们就老实跳过去，别出来啊！你往出蹦，我抓你，你还咬我，我们会很难办的。来，听我口令，有帐篷，有帐篷，然后有帐篷。老八出去了无所谓，你们别出去就行，搞定。然后再把老八放进去。这外头咋有俩呢？没事啊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放置陷阱来把他们捕获。老八，你进来干啥？我要抓的是这个。你先。